不可量。世间哀愁，无知无休，离散却别我泪已从头。我愿山藏在我之后，让天下骨肉相守。我心向往雨纷纷，爱恨如土风的安详。我心向往烛火之光，美人格外荒凉。王后，那个元儿说她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开明兽。《山海经》《海内西经》。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。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万仞，上有木河，长5旬，大5围，而有9井，以玉为坎，面有9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王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是因为他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。可明日该是咱们掌管和氏璧，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。去告诉我们请来的那些人，让他们用开明兽做引子，好好动动心思。明日若能解开机关，有重赏。是。木心，把国语正语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这书里有记载，说大鹏国曾被殷商讨伐灭国，但据我所知，彭人子孙并没有罢休，他们就此往南迁移建国，后来还参与了周武王伐商，可最后还是被我们楚国灭掉了。寡人还知这彭国是你们楚国最早灭掉的小国之一。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为了这和氏璧已经废寝忘食，但是这个被你们楚国灭掉的彭国，跟这匣子有什么关系？臣妾查出了，这匣子上的神兽是开明兽，在蜀地传说中，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，后来被鳖灵降服，并为建国立功。鳖灵有感其功，遂在建国后自称为开明氏。但也有种说法，说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，死后上天，才化作了开明兽。臣妾就是想从这些说法中寻些蛛丝马迹。前朝重臣为了准备与吴国交兵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们这边
为了和氏璧斗得难解难分。寡人让你们打开这匣子的机关，只是为了让这块玉有个着落，省得你们左右为难，也让王后与张子不再计较。谁料有人却因此走火入魔。大王，人家累得眼冒金星，你却拿人家打趣。芈月是个好胜女子，若这匣子的机关被王后那边先打开，你会怎么样？臣妾虽没有破解机关，却读了许多好书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典故，那也是好事啊。若是王后也像你这样想就好了。哎，你再试试啊！这些日子这方法很多种方法，不行吗？你看你这个方法不行啊！这觉得还是想不来呀！你再想想。哎呀，王后，你们琢磨这些日子，能破解这个机关了吗？王后，破解这匣子机关的法子，无非就3种。第一种是抽根法。什么是抽根法？抽根法就是造匣子的人预先在匣子当中留出一根没有榫卯的木条，只要找到这根木条，把它抽出来，整个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开。第二种是错开法，就是所有木块木条安装上去都是有轴的，只要找对了方向，沿着轴平行错动，就可以从中抽取一根，其他的将迎刃而解。第3种呢？第3种就是旋转法，就是旋转某块木条或木块，把它们一根根的拆下来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了方法，那赶快呀！我们试了全部的方法，无一奏效。怎么会？王后，我们甚至还把这些解法对应8门9星、阴阳5行、3奇6仪、各种牌局、方位都试过了，依旧劳而无功啊！你们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王后恕罪！我们以为这匣子的机关，除了做此匣子的人，世上恐怕再无他人能解。一帮废物！王后恕罪！怎么来晚了？私下耳目太多，不得不当心。眼下可就全都指望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，千万不能让芈月那边先得手。你说事情完了，让我到王后身边伺候，那是自然。那还有我家里……放心吧，王后给楚王去了信，让他好生照顾你的兄弟和母亲。谢谢王后，请她放心，我元儿哪怕拼了性命，也为王后保住这块玉。好，退下吧。这开明兽怎么不管用啊？如果不是开明兽，难道还有另外一个长着9个脑袋的老虎？或许这开明兽并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机关，或许它只是个引子，用意是要我们留意《山海经》。引子？香儿，你再去把《山海经》的海外经全都给我搬来。好。
果不其然，这海外南京、海外西京、海外北京、海外东京，各篇章都是以南字开头。这所记掌故也是由南开始。这么说，这南字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。上南下北，这匣子的南该是在匣子的上边。这四面除了开明寿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姑说这块玉害人，果然不错。我都饿了一日了，此刻肚子都咕咕叫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八子也一日没吃东西了。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。是是。东西南北四宫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个日头，日头照着9个头的开明寿，说不通啊。对，南为朱雀。尚书尧典里说过，朱雀为日中星鸟。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女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很多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御医！好，玉儿，八子。八子怎么样？密八子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子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。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
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子开药方！大王，微臣只是初步判断米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张。臣先以连翘拔毒，再以犀角牛黄驱毒，但这些方法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，并不能真正解毒。若不能在3日之内找到解药，只怕什么？只怕米八子性命难保。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去抢和氏璧？亏得那和氏璧上的剧毒让他当场死了，不然我这边如何向大王交代？是奴婢用人不当，王后恕罪。你跟那个元儿见面，有没有被人碰到过？绝对没有。起来吧，看来这都是命。不知是谁这么狠毒。如若昨日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，说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就是我。王后，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，他的情形越发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内毒听说好厉害，沾了必死无疑。王后这2日也没少碰那块玉，妹妹是担心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儿。珍珠，快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。是。听太医说，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。是，奴婢也听说了。这绿色乃解草木之毒，这红色是解矿物之毒，这瓶黑色的是给蛇虫之毒准备的回龙丹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我这里有解毒药。芈月这次自寻死路，我们当然犯不着救她。你们不懂，这药可以救命，也可以惹祸。救命不一定，惹祸却是一定的。是。夫人，孟昭氏来了。魏夫人，魏夫人，这下坏了，大王发脾气了，后宫都乱了。那和氏璧竟然会杀人，大王下令彻查。我已经听说了，听警士说，王后也吓坏了，她还吃了从楚国带来的解毒药。下一步会不会牵扯到我们？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事情发生到这一步，也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从今日起，紧闭门户，跟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个惹祸的东西。我们跟他从无关系，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是。女医治，您不是扁鹊高足吗？您看出什么来了？此毒确为蛇毒，而且有可能来自于楚国。楚国？奴婢在楚国行医多年，对蛇毒只怕比秦国任何人都要熟悉。此蛇毒该不是一种，至少是3种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。楚
楚国的蛇毒居然进入寡人的后宫了。雍瑞那边有消息吗？中行先生特立独行，神龛也可以当信使用。拿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小人是做小买卖的，家中老母生病了，着急赶路回家。拿下！不是，我有什么错呀，官爷？中年肥胖，不是咸阳口音，想要出城的，全部扣留待审。带走！不是，官爷，我没犯什么错呀。大王，那个卖和氏璧的商人和他的背后主使中行期已经给抓回来了。抓了？是。问他们有解药吗？中行期虽很严，一个字不肯吐。倒是那个范谷什么都说了，他指天发誓说，不知道和氏璧有毒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解药。老农派人在他的铺子里搜了个遍，也确实没有发现解药。下毒之人要防身，既然下毒，必有解药。寡人就不信这咸阳城里找不到解药。马上重审那个范谷，还有，让雍瑞一定要撬开中行期的嘴。是。还有何事？大王，雍大人跟老奴说，那个中行期曾经与张子有来往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让那雍瑞好好查查，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据报，韩国已为大战制造弩箭40万支，长矛15万支。赵国征集战马2万匹，征兵8万；魏国也已征集重甲5卒1万人，战车2000架，征夫3万人，征兵10万。楚国更是答应20万兵马即刻出征，再加上燕国和齐国，诸国的兵马统共在60万之上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王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万，兵力部署明显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甘茂，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照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，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王军，立即进驻函谷关，操练布阵，准备御敌。臣领旨。楚立奇，臣在。你和宗室封臣们交涉，尽量筹集更多兵丁、马匹和粮草。臣领旨。宁华，儿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雍瑞，臣在。你除了给寡人盯牢各国的动向，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于张相、张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张仪愿请命出使诸国。诸国联盟并非同筑之长城，张仪愿凭3寸不烂之舌撬开其中之缝隙，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。此事寡人还要再思量一下。哎，张子，听说你也被卷入了这和氏璧的是非当中？哼，
这和氏璧，说来惭愧，我跟他有不解之缘。难道当时张子就不疑心其中有鬼吗？关心则乱，我也是后来发现其中种种之蹊跷。张子可知这咸阳游士当中有一人叫周行期的，此人在咸阳城中很是吃得开，实在令人瞩目啊。知道，我们相识在魏国，是个能人。哦，原来张子与他是旧友，难怪他曾经拜访过张府。雍大人怎么会对此人如此在意啊？此人与和氏璧的案子有关，如今他在我的手里。大王，你有何事？臣妾知道，大王为了八子心中焦虑，臣妾感同身受。寡人问你，到底有何事？臣妾想，这和氏璧送到宫中，要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。所以，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，应当是在宫中。何以见得？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。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，你要拿出根据来。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儿，除非他手中早有解药，因为他在害人之前，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。再之，他必须心中有数，知道谁会死，不然他煞费苦心，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。既然这样，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。谁？说呀，谁？是王后。臣妾知道，一定是王后。王后，你大胆！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，她有机会让人做手脚。你是说，王后为了这和氏璧，要杀害她的亲妹妹？王后怎么想，臣妾不知道。但是臣妾可以断定，王后手中还有那解毒之药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上次芈月临盆，王后昏睡不醒，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。王后的应女景氏曾经透露，王后有一只匣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所谓的神药。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，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，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证明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。女医师已经断定，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。芈月中毒当晚，王后被景氏提醒，怕自己也染上蛇毒，便换人拿来了那个匣子，吃了匣子里面的药。大王，臣妾猜测，那定是芈月急需的解毒药。王后，大监来了。大王宣王后即刻去宣誓殿。是。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，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。王后这几日好忙啊！大王日理万机，与大王比，臣妾实在清闲安逸。芈月中毒，快3天了。是，臣妾每日都去看望她。太医说，芈月机会渺茫，王后怎么看？只要有一线机会，都不应放弃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，
可寡人寻遍咸阳，一无所得。女医之判定，这毒是来自楚国。楚国万里之遥，芈月命在旦夕。王后说，该怎么办？大王若不问起，臣妾真没有胆量剖明曲直。臣妾这儿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秘药，只因臣妾对诊脉辨舌一窍不通，药性药理一无所知，所以从不敢乱服用。那日事发，臣妾恐怕染上残毒，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，吃个安心而已。既然王后根本不知这解毒药是否对症，却胡乱服下，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自相矛盾。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，错了怪自己。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，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当儿戏呢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把匣子拿来，给寡人看看。王后，第二层，左下第一格。寡人看到3个瓶子，红的解矿石之毒，绿的解草木之毒，黑的解蛇虫之毒。王后果然了然于心，赶紧拿去给御医看看。什么人这般多嘴，竟把王后给出卖了？不是孟昭氏，就是景氏，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盒子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，我该早早的把这解药拿出去。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，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，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。恰恰相反，芈月若没有死，大王要抓真凶了。什么？王后的意思是？芈月中毒，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，唯独我们有解药，怎能不让人生疑？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？若是我也会怀疑。否则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那可怎么办呀？但愿解药并不对症。怎样？此药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，不过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，还不敢确定。怎会如此呢？此药乃楚国秘药回龙丹，能解荆山蛇、云梦环蛇、双头蛇这3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。可万一芈八子中的不是这3种毒蛇的毒，就难了。弄不好还会雪上加霜。大王，这种蛇虫之毒变化多端，其解药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，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，必须对症下药才行。恕臣无礼，能否让女医治取一些芈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效？准。
恭喜大王，此药完全对症，米八子服药之后3日之内当能醒来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啊？大王，米八子上次生产之后，本就是气血两亏，身子尚未痊愈，又被蛇毒伤了经脉，若要驱除余毒，恢复身体，尚需更长的时间。好，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治，要细心照料。是。传我旨意，将王后所住交房殿即刻封殿。查寝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是，大王。鄙人姓中行名期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信口雌黄！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齐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嫡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那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5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给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
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在